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这个频道是分享有关于感情、心灵、教育、娱乐与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你还记得吗？离歌声响起，我们一群满怀热情的大学毕业生热烈地讨论着我们即将分发到哪一所学校。我们诉说着将来踏进校园会有什么样了不起的作为。有人说他会跟学生们打成一片，成为最好的良师益友。又有人说他会竭尽所能将每个学生关心好，教育好，个个成为社会优秀的精英。还有人说他只想要安安稳稳领到退休俸就好。这时候我们便哈哈大笑，一起吐槽着他，说着你怎么这么弱。然后我们一群人就开始好好教育他，你应该怎么做。经过我们轮番教育与指导之后，他终于开窍了，便不再心心念念他的退休俸了。我们彼此约定好，从当老师的那一天起，我们都要坚持着我们的初衷。在西元前551年的春秋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名丘，字仲尼。孔子的父亲名为叔梁纥，是鲁国的武官，并且善于作战。孔子3岁时，父亲便过世了，与母亲从小相依为命，靠着母亲辛苦工作来维持生活。孔子从小便聪明好学，努力上进。为了谋生，他曾经为贵族管理账目，并且饲养牛羊。因为生活种种磨难，训练他从小便很独立与懂事。他15岁时便立志学习各种知识。由于当时情况除了贵族才能进入学校学习之外，一般人则是无法接受教育，而他被拒于门外，无法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因此他发奋自学，并求教于许多隐士。例如他曾问礼于老子，向师襄子学琴，并且访阅于长虹。经过多年努力自学之后，他不仅精通诗书礼乐，还学习射箭，并且驾驭战车，可说是文武双全。他30岁时便开始开办私塾，打破只有贵族才能读书的规定，提倡有教无类，不论贫富贵贱，只要有心向学，带上束修，都可以投入他的门下，成为他的学生。有一天，有几个学生向孔子请教问题，其中一位学生子路问道：夫子，当我听到一个好主意时，该不该马上去做呢？孔子说道：你要和父亲及哥哥商量，怎么可以马上去做呢？子路回答孔子说道：弟子明白了，便离开了。过了一会，另一位弟子冉有向孔子问道：夫子，请问当我听到一个好主意时，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做呢？孔子回答说：对，你要马上去做。冉有听到之后回答说：弟子明白了，我马上去做，便离开了。一直跟在孔子身旁的弟子公西华则开口问道：夫子，子路和冉有问了相同问题，为什么你给的答案不一样呢？孔子便回答说：因为冉有比较怕事，我要他勇敢果断一些，所以有好的主意，我希望他马上去做。但是子路轻率鲁莽，所以我要他凡事经过思考和商量再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会依据学生不同的性格来给予不同的教导。这种因材施教的方式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在他循循善诱之下，学生们多能勤学向上。另一方面，孔子积极于仕途，关心国家大事。
他常常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发表见解。孔子终于在51岁时当上鲁国的中都宰，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提升之路一路从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升级到管理司法的司寇，短短1年之间再到代理相国职务的大司寇。他参与鲁国国政3个月之后，鲁国的政治风气大大提升不少。他主政时期物产丰富，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安分守己。他宣扬礼教，以德行感化百姓，使得鲁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家日益强盛。齐国害怕鲁国威胁自己称霸的地位，于是派人送给鲁国许多能歌善舞的美女与骏马，来削弱鲁国君臣的意志。在接受厚礼之后，鲁国君臣便沉溺歌舞，不理朝政。孔子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于是便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他推行以仁政德治的主张来治理国家，却一直无法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14年之后，孔子决心返回鲁国。此时他已经是68岁了，但是他仍然投身于教育英才和整理古籍的工作。3年之后，孔子逝世。他生前重视教育，崇尚诗书礼乐，重视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的儒学。而他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并且弘扬他人道的精神，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儒家思想。后来他的学生把他平时教诲他们的话编成了一本书，叫做《论语》。这本书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后世的我们称孔子为儒家创始人，并且尊崇他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而教师节正式的节日则是订立在1952年9月28日，此节日是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并且以他的诞辰作为每年教师节的节日，因此教师节又称孔子诞辰纪念日。在教师节期间，都会举办师铎奖和教育奉献奖，来表扬优秀教师们，并且感谢他们对教育的贡献。想想看，在你教过几届学生之后，你是否还保留着当老师的初衷？反复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是否也曾让你迷失了自我？在今年的教师节里，你可以透过自主学习或在职进修，重新找到自我。我是这一期的主讲人翔宇。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内容不错，请订阅我们，并且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再听到其他类型的故事，请在下面留言给我们。